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当西方加快脱钩步伐，中国想起了亚投行亚投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就是今天是亚投行这个第5届理事会的年会那么7月28号，那么今年的特别的情况是它是视频召开，因为疫情大家知道那么我们先说新闻那么新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的方式参加这个开幕式然后他在致辞那么亚投行是全称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这个银行当然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金融领域的一个战略据点那么它跟什么呢？它跟一带一路是个配套措施就是这边有一带一路，这边有亚投行。那么亚投行的任务是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的支持，这是亚投行的一个就是它设立这个项目的目标。但实际上发生了没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它成为中国开始在这个我们叫和亚洲开发银行竞争的一个金融平台那么我们先把新闻讲完，我们再来开始对这个议题进行解构。那么习近平这次发表一个视频讲话那么他在这个讲话当中就提出几个主要的议题那么他说2013年年底，我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然后他说说开业4年来，亚投行2016年开业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来自6大洲的102个成员，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然后他就开始继续推销他的疫情习近平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等等那么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大概是说了一个这个。我把新闻讲完。7月28号晚，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第5届理事会年会上金立群就是现任的亚投行的行长，那么被选举为亚投行的第2任行长。那么第2任任期是从2021年到1月6号开始，任期5年那么中国的财政部长在这个理事会上宣布了理事会根据这个亚投行行长选举规则和亚投行行长选举程序宣布这个选举结果。那么今年5月份，刘昆作为亚投行，刘昆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中国理事，正式提名亚投行的现任行长金立群为亚投行的第2任行长中方候选人。那么金立群是什么人呢？金立群就是原来的财政部的副部长他出任过这个中金的董事长中投的监事长，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他担任过一系列这些岗位的头那么我们讲这个
亚投行。亚投行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那么这个战略据点，它是亚投行的出事和“一带一路”的是同时发生啊。那么13年的9月，9月、10月，那么习近平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10月2号，这个习近平访问雅加达的时候，就跟这个印尼总统苏洛西首次提出来筹建亚投行。然后总理李克强出访东南亚的时候，也向东南亚国家提出来成立亚投行那么亚投行是14年的10月24号，中国、印度、新加坡21个国家签署什么筹建亚投行备忘录。15年6月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那么2016年的1月16号，亚投行在北京成立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那么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个特殊情况就是英国英国是在2015年的3月12号申请成为这个创始会员。英国带了头之后呢，它是欧洲第一个国家申请那么也是这个 G7 也是 G7 第一个。那么英国一加入之后呢，这个法国、意大利、德国全部陆续申请加入那么美国人就非常的不高兴就批评英国那么此后呢，整个的亚非拉基本上都参加了。那么除了香港、台湾、匈牙利都批准了，就甚至台湾都申请台湾申请当时是因为马英九申请，然后没让他进香港也没让进。那么现在全球5大洲都有国家参与，102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谁呢？就是日本。日本的态度，当然美国是肯定不参加的，这毫无疑问日本刚开始就拒绝参加为什么拒绝参加？因为日本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日本的份额是很高的。那么亚投行其实是抢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股东是2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所以亚投行成立的时候，日本并没有参与并没有参与。那么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当然是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当时原来亚洲开发银行是1966年成立那么当时它是第2大股东，第1大股东是美国。那作为这2个，大家可以看出来，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第1，日本第2，可以看出来这个银行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投资其实也是基础建设投资那么也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也反映了日本在这个区域的地位那么这是一个这是日本就担心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被削弱，所以他没有参与这个亚投行这是日本还有一个国家是谁呢？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去年12月要求退出亚投行拿回投资那目前退出亚投行的有什么呢？有哪几个国家呢？就是当初申请成立的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和泰国南非、泰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亚投行成立注册资本法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多吗？蛮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金。
那么它对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要参与啊？亚投行成立的时候是2015年到2016年，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中国经济最高峰的时候啊，15年、16年基本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你看哈，15年、16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最蓬勃的时期啊，过了16年，中国经济开始拾级而下啊。15年、16年这个时候中国在做什么事情？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亚投行，亚投行成立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包括包括“一带一路”沿岸的国家，基本上都蜂拥而至。但就是你生意好，门庭若市啊。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习近平坐的那个位置上会有点飘飘然啊？亚投行其实是一个占据了一个战略好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受到沿岸国家的支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的确是基础设施有需求，有基础设施的需求，但是亚洲开发银行并不能够全力支持他们，因为资金有限，而投资的需求又非常的庞大。那么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当然中国“一带一路”的背景是什么？中国“一带一路”的背景就是因为15年、16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在“一带一路”了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啊。15年、16年是“一带一路”项目最集中的一年，但是实际上“一带一路”的背景和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全是国企，就是原材料行业啊，钢铁、化工这大产业，这些大产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输出产能。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啊。当然它还有供给侧改革，刘鹤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把这个私企赶出去，减少供应，这是消化产能过剩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输出产能，输出产能就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当然同时又能满足中国在海外扩张的一个野心，所以这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出的“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项目上来需要资金，那就成立一个亚投行。实际上这个方案是这么来的，这个方案这么来，亚投行其实占据了一个好点。那么亚投行出来的时候，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是非常的蓬勃啊。那么西方国家趋之若鹜，你看英国的反应其实非常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中位置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如果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搞清楚中国的意图的话，那么这现在的局面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其实是茫然不知中国“一带一路”或者亚投行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中国的战略意图就是不忘初心，所以不忘初心其实西方国家是没有看懂。那好，这在15年、16年亚投行成立，“一带一路”项目蜂拥而起，到了什么地步呢？我看看，因为我印象中从去年开始，中国媒体就不再提“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的数据和项目本身了。你在中国的媒体上再也看不到“一带一路”的情况介绍了，因为从去年我印象中从现在下半年开始就再也没有报道，没有数据了。那么亚投行其实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做了多少个项目呢？到就是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我看一下哈。亚投行在“一带一路”的项目总共批准了200亿美元的投资，这200亿美元的投资在
在整个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有多大的影响？非常小非常小所以其实呢，所以我讲亚投行它以一带一路为理由成立一个这样的银行那么但其实它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它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小，其实它有其他的意图其他意图。那我们讲讲一带一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供应商路福特路福特大家知道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公司英国的数据供应商，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也非常权威的数据供应商。这个伦敦交易所把它收购了，然后那个港交所本来去收购这个叫伦敦交易所，后来没成功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伦敦交易所要收购路福特，那么路福特呢，就如果收购了路福特，伦敦交易所因为路福特很大那么港交所提出一个要求，你要暂停这个收购，我先收购你再说。伦敦交易所拒绝那么路福特发表了一个报告就是这个报告是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数字那么我觉得它这个数据还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一讲一带一路到底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什么个情况那么其实外界大部分人对一带一路这个全貌没有人掌握那么今天他这个报告，我们可以借他这个报告来看一下一带一路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景况这个报告叫这个一带一路背后的数字它的结论，今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推出的项目总金额突破4万亿美元，吓一跳吧我也吓一跳，我看这数字也非常震惊，已经有4万亿美元那么截止一季度已经规划或者在建的一带一路项目总共是3164个，总金额4万亿美元，其中1590个项目属于一带一路项目，总金额是 1.9 万亿美元，其余的1574个项目被列为中国参与的项目，总金额是2.1万亿美元那么截止一季度末，4个排名前4的国家俄罗斯126个项目2960亿美元排第一，排名第一。第二沙特，想象得到吗？我没想到沙特排第二，1850亿美元111个项目排第二。排第三马来西亚1460亿美元57个项目排第三在马来西亚现在好像有点翻船排第4是英国，这也超出我想象，所以英国去参加亚投行。所以其实我们看其实我们经常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情况，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治层面的结果，政治层面是结果，其实背后有很多原因的你想一下，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英国排第4，3个在建项目总金额是1390亿美元，涉及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和房地产。你想一下，1400亿美元，1400亿美元是蛮多的钱。那么一带一路项目有1400亿美元在英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一直在华为和其他项目当中和其他议题，包括香港议题当中，英国一直处于一个什么情况？一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情况。当然最近1-2个月，1个月时间，1个月之内，英国的态度才转变过来。在这1个月之前，英国的态度其实是有一点暧昧的，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不理解，我们看到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肯定背后有一些合理的
因素我没有看到。那么当你看到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英国排第4，三个在建项目有1400亿美元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之前的态度是那个样子，因为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除了华为在英国深耕了10几年之外，那么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头啊。那么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运输项目占到多少？占到 47%， 金额达到 1.88 万亿元。电力、水利紧随其后，在建项目是9260亿美元，占项目的 23%。那么207个已经规划或者在建的项目是什么呢？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就是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总金额是2620亿美元。那么比上个季度末，就是去年年底去年第4季度一下子增加了多少？32%。还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什么部分？就是私营部门，就是私营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项目承接了 25% 的项目，也就是1/4的项目有私人参与那么总金额达到 1.03 万亿元。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当中对中国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私营企业加入那么这个只占2019年的第4季度，那么私营部门参与的只占到将近8000亿元，占 20%。也就是说今年1季度私营部门参与的这个比例增加了 5%。那么今年1季度的情况是什么？今年1季度情况的新项目大幅减少，这一点都不意外。那么一季度一带一路1季度总共宣布了184个项目，总金额是13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项目数减少了 15%， 但是金额数下降了 64.4%， 就将近 65%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理解吗？整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那么4万美元，然后就是中国就是属于一带一路的项目是 1.9 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参与的项目是 2.1 万亿美元。我们就把这个中国参与的项目刨掉，也就是一带一路的项目总共的19000亿美元，这个跑不掉。也就是说在中国手里握着19000亿美元的项目，这个数额非常的巨大。有多巨大？中国去年是95万亿的 GDP，95 万亿的 GDP 如果是除以7的话15万亿美元左右15万亿美元左右。那么他手上的在建的一带一路项目就已经达到了 1.9 万亿那就超过了GDP 的超过了 10%， 这是个非常庞大的规模那么中国有3万1000亿的外汇储备，有2万亿的外债，那么当然中国国内还有1万多亿的外商投资。实际上你把这些钱拢到一起看那么他手上当然 1.9 万亿，他不是一天建成，也不是1年要投入，他是我们不说长吧，分10年，我们平均分10年。那么每年中国要投入多少？至少要投入2000亿美元，这跑不掉那么中国每年有多少外汇盈余呢？中国每年大概有4000到5000亿的外汇盈余。那么大概他要拿出小一半的外汇盈余来投入到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去。那么这一块呢，是对于中国来说吃力吗？对中国来说并不吃力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10年的投资项目，
那么一年投2000亿，对中国来说并不太吃力。但是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它现在要外汇，这个投资要外汇。所以为什么现在“一带一路”的项目说现在签合同开始不签外汇，签人民币了？你一签人民币就变成什么？就会被人指这是殖民主义啊，这就是殖民主义。实际上，这“一带一路”的项目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项目啊。那么我们讲回，但是毫无疑问，这1.9万亿啊，1.9万亿，中国每年要投入大概2000亿啊，2000亿强一点吧啊，稍微强一点的这样的投资，对中国来说并不太吃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投资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那么“一带一路”对中国的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说有多大的利益啊？“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有3大战略利益。第一个战略利益当然是解决这个大型国企的产能富裕啊，产能过剩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中国的基础产业的这些大型企业，他们去产能的话，后果很严重啊，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影响很大。所以“一带一路”产生钢铁啊这些这些需求，其实是消化中国的产能啊。中国在这上面有重大的战略利益。第二个，当然是在地缘政治上啊产生巨大的影响。那这是第二个，这是“一带一路”为什么会成？中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第三个，当然就是挑战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啊，这就是3个核心的利益在这里头。好，那我们再来讲和“一带一路”配套的亚投行。你看亚投行有1000亿的资本金啊，1000亿，那么它到目前为止只批了200亿，200亿，当然它资本金还会不断的滚存啊。那么200亿，现在中国手上握着我们大数2万亿，200亿只占200亿的1%而已。所以亚投行其实你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前提成立的一个基础投资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亚投行没办法对“一带一路”形成有效的战略支援，但是他以这个名义成立之后，一下子把朋友圈扩大了。所以亚投行我们总结至少有两大核心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第一个，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就是把这个从西方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就亚非拉基本上全部笼络到自己的门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习近平会飘飘然觉得我已经是利害国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啊，他建立的这个平台对中国来说非常有价值，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个这样的资源握在手上握的1000亿，那么对整个需要基础建设投资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还是回到“一带一路”上面来讲，这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力。那么把这2件事情放到一起来看，为什么西方国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告诉大家一个明显，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翻开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其中当然以美国为主，会觉得中国在威胁他？为什么？这2件事你一做你一看，它真的是在威胁，这是确定无疑的威胁。因为亚投行直接就把谁给顶掉了？把亚洲开发银行顶掉了。它开始渗透整个，我们且不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沿着这个中东这边一直往欧洲走，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以这两个项目来说，你就会看到为什么美国会觉得它是个威胁。好，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意图中国的意图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但是在现在的背景之下，这两个项目会变成什么情况？这两个项目会变成两个对中国来说会形成一个沉重的包袱两个沉重的包袱。大家要知道，现在中国最大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在中国经济当中最大的情况就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需求不足有很多原因，我们这里不展开讲，我们只讲一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发行大量的国债、地方债去解决它现在的财政困难。发行大量的地方债数以万亿当然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它发行大量的国债和地方债，把市场上资金吸干，会继续削弱它的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再看中国需要什么？需要刺激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的手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钱。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放到亚投行也好，你把它放到这个一带一路之后，这个钱就往外跑了。你钱往外跑，本来你钱就不大够，需求就不足。所以实际上它的负担并不是说它给不给得起的问题，它给得起，这个没有问题。以现有的中国经济的这个实力来说，中国给得起，但是它对中国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就是我们前天的节目讲，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还在谷底爬，它起不来的原因有很多原因，我们讲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需求不足是核心的问题。如果资金一方面被这个政府吸走从市场上吸走资金去解决它财政困难，另外一头你钱又跑到海外去搞一带一路项目。你想一下，一带一路项目总共是4万亿，至少中国自己手上握着 1.9 万亿，这都是钱来的，都要花钱出去的，这是投资来的。那么当然你会有政治上的收益，但是问题是你要真金白银把钱掏出来，对你自身的影响就非常的大。所以亚投行也罢，一带一路的项目也罢，就等于你背在后面，你现在往上面爬，你后面的这个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你爬上去的难度就越高。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就是亚投行也好，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影响是什么？这影响是非常的大的。为什么？只要中国经济一直在谷底爬，他现在目前他面临的一个局面就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时间值在越来越减少。为什么讲减少？因为现在处于困境的企业没有得到资助，没有得到帮助，它时间一长它就倒掉了。你一家一家的倒掉意味着什么？你整个经济的基底就会受到损伤，经济受到损伤，基底受到损伤，你再想爬出来就更困难。所以时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负数，就拖的时间越长对中国越不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亚投行的新闻，就是顺便把一带一路的项目整个的介绍一遍，就着这个新闻。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新闻本身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然后也可以理解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他们感受到威胁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你要知道4万亿美元那绝对不是个小数目，那是个非常庞大的数据这是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压力。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我们尽量的提高我们的互
互动的效率啊，今天又超时了啊。好，我们进入互动。好，明谢一下啊，明谢一下。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 ，Sophie 萌，谢谢啊。The way to fl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本人一专业。2019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规模已经达到2万亿人民币。没有进口芯片之后，国内连写字楼空调都运转不起来。写字楼空调装国产芯片，主机会当场爆给你看，每块残渣都不超过1立方厘米，那么惨烈的爆法，更不要说电梯这种需要精细维护的产品了。装国产芯片等于不把用户当人看，这个等式是成立的。有这么严重？这个比我想象的都大啊。那么2019年进口芯片已经减少了。我印象中2018年和2017年每年进口芯片是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哦，那增加了啊，3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我想说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啊，3000亿美元芯片，3000亿美元的石油，应该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进口芯片如果是2万亿的话，可能还减少了一部分啊。Jeff 王，谢谢 John Snow， 谢谢南风源 Hiroko， 谢谢 Jeff In， 谢谢打卡东京，请王先生喝杯卡布奇诺啊，谢谢。好，提问，有人说亚投行是权贵对外洗钱和官员贪腐的渠道，王先生怎么看？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只是分析亚投行的中国在亚投行这个项目中的战略意图和它的战略利益。它是不是成为对外洗钱的渠道，我没有证据这么说啊，所以你这么说我没看法，因为我没有事实。提问，在外汇储备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请问王老师，未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结局是什么？中国是否会甩掉这个包袱？那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对中国来说，有坏处吗？没什么坏处啊。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亚投行，对于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它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项目本身，项目本身就是利益，对中国来说就是利益。为什么？它用的钢材是来自中国，它用的水泥来自中国，它甚至工人都是中国来的，那么对中国没有坏处，因为它都是输出。它唯一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终极结果，就是政治风险，就是他签这个项目，这个国家最后发现他没有钱还，他直接就赖账了。他我这个项目我不认你这项目，你这项目当初贿赂了我，就像马来西亚当初的这个总理签这些合同的总理已经给抓起来了，一马基金就大量的贪污腐败，这个总理已经给抓起来了。总理抓起来以后，马来西亚的新的总理马哈迪就开始说我们要开始重新讨论这个合同。所以很多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当中，它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政治风险不可控，就是说它可能颗粒无收，可能就是你在做的10个项目挣了100个亿，可能这一个项目100个亿就给赔进去了。但是对中国来说，他会放弃这个一带一路吗？我不觉得他会放弃，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项目都是战略利益。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是有战略利益，但是也是个巨大的包袱。你想一下，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在你回报的周期是很长的，这个回报周期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你持续的对海外投资，你得财力有支持。现在中国是有这样的财力，没问题。但是当你紧张到连这个县政府都没工资开的时候，县政府都没办法运行的时候，你各个地方都需要钱，因为你经济下行，在谷底爬，你到处都没有钱的时候，这个时候
一带一路的项目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最后一根稻草，就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虽然你看，虽然说一带一路的项目对中国是有战略利益的，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一头是政治风险，另外一头你现在入不敷出，这两头往中间一挤，这些项目就成为巨大的包袱。它甩不甩得掉？甩不掉。为什么？你怎么甩？你签了合同的，你签了合同，你说我不认这个合同，我撤了，我不投了，那你前面投的全白费，全扔了，等于是你能干吗？我估计干不了。为什么？这里面牵扯到一堆的银行、企业，而且这些银行跟企业全是大国企，中间还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所以跑不掉的，甩不掉包袱，这个包袱没法甩。所以你可以看哈，非洲国家疫情发生之后，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免，一开始上来就是能不能停付利息，后来提出来能不能免除利息，甚至停止付本金行不行？中国一直没有答应，一直没有答应，到后来慢慢才很久以后开始说你们可以，最后中国同意的是什么？你开始停付，就说我今年你不用付钱给我，但是债还在那里，债不能不认。为什么？因为这些债并不是政府的债，政府把这个债甩出去了，提供资金的是谁？国开行。我举一个例子，不一定每个项目都是这样哈。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都是国开行站的项目谈项目的人的旁边，签下来100亿美元，这个项目100亿美元签下来，里面有个条款，我借钱给你，谁来借？开发行借，开发行借钱给他，开发行他没那么多钱，怎么办？他把这个单子再甩到后面的商业银行去啊，你商业银行都来抢，因为开发银行甩出来的单子，那么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不就使劲抢这些单子吗？这都是上市公司来的，抢下这个单子以后就接下来，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人都在抢这种单子，抢下来之后，好，这个项目就不仅仅是政府的了，对吗？你想一下，政府签下这个合同，这一头呢把单子这个项目单子包给了谁呢？包给了大国企，大国企再分包出去，这边资金给了开发行，开发行再分包出去，这边后面整个一个生态链在里头。非洲国家为什么想啊？你能不能停掉？中国一直没答应，为什么没答应？你得先协调这些后面的人同不同意啊？你后面不同意怎么弄？没办法弄的嘛。所以你协调需要时间，所以中国一直没有答应，到最后答应了，行，我们56个国家，你们的非洲56个国家的债务，你们今年可以不用给，这是协调了一轮之后才答应的，但是在政治上已经被人骂翻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态，所以在一带一路也好，在亚投行也好，这里面都涉及到一堆的叫什么？叫利益。这个利益有官员个人利益，有这个机构的利益，有国企的利益，有私企的利益，各种利益都在里头。算不算贪腐？某种程度上也算贪腐啊。情况坏消息，昨天王老师刚说港府故意制造病毒爆发。刚刚消息，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卑鄙自私，无耻至极。想听听王老师的评价以及对后续发展的预测。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意外，我都讲过，昨天我们节目就讲过，从港澳办到中联办到特区政府，他们都不可能接受现在开始选举的结果。但是如果他做这件事情，肯定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你正好，这个美国在这个香港议题上还没发招呢啊，现在正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发招的理由，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吧，好不好？我觉得他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非常愚蠢，非常愚蠢，愚蠢而又无能啊！情况
香港大学炒了为自由而发声的教授戴耀廷，政府决定今年立法会选举压后1年，港共开始动手了。我觉得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跑不掉啊。情况，大陆官媒宣传提示：一，请查删以下4篇文章。央行报告，中国一半以上家庭已经在破产边缘。我查不到这篇文章，我原来已经删掉了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啊，这个就是军民融合啊，军民融合的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厅这个文件就要删掉啊。这个是军民融合的出来的结果，就是美国就对原来美国的策略是什么？民营企业或者是民用企业，你有需求，我可以卖给你某些产品，但是军工企业不行，军用不行啊。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军用跟民用分开2个不同的许可证。结果没想到中国搞个军民融合，军民融合就是广东话叫一街两美，就是这个东西呢，我既可以用在民用，又可以用在这个军用，我就大量的融合这种东西。美国一看你既然你军民融合，那我就不管你，我不管你军用还是民用，全部都来申请。申请以后我审批之后我再看，所以实际上就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还以为自己挺聪明啊。为何短短半年我国外交取得如此辉煌的进展？这是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打脸的文章也删掉。贺坑建议推迟全面小康的收官，中国经济应沿着邓小平路线走下去啊，这是打脸，打这个习近平的脸啊，所以这4篇文章要删掉啊，大家可以找一找来看一下，我觉得还不错。2，对于孟晚舟和汇丰银行声明相关信息，未经安排，对内不得不再跟进报道啊，那看来他们对孟晚舟的这个前景不乐观了。3，关于香港中资企业员工补交个人所得税一事，不主动采访，不评论解读，不关联香港国安法和香港人才流失问题，不转载境外报道，理解吗？可以理解吧？啊，情况，日本开始禁止抖音，日本做事会慢一拍，但只要走对了方向就很好，希望微信等社交软件全部禁止最好，我家人都废了。希望日本国家政策封了微信在日本的使用，这些海外日本大妈大爷、二大爷、天爷们才会走入日本，做自己，感恩自然，敢爱自己。抖音其实没有微信厉害啊。情况，重庆南岸区公告，请辖区内现役边海防官兵含现役边海防官兵士官义务兵家属，特别是辖区内驻守新疆、西藏、云南、广西、海南等边防海岛的现役官兵家属及时到社区登记。边境为什么跟边境有关系呢？边境什么意思？入侵吗？很不理解，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啊？提问：张维维、金灿荣、雕盘每次反美都是宣传部受益的吗？还是他们自由发挥？谢谢。那当然有人受益啊，受益并不是说你今天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讲话，明天去做个不一定是这样受益。受益就是刚才说的提示啊。最近我们的宣传方向是什么？他就看这个提示啊，他灵活处理啊，是这样的啊，他不会具体到你说明天说什么，会不会有这种安排？也许有，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但是肯定没有疑问的是什么？就是金灿荣也罢，张维维也罢，还有一个什么陈什么鬼也罢，他们出来讲这些话，
都是符合当局的要求和意图的，不符合的话，啪打一下，下次记住了，那下次再讲的就符合了，大概是这个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大连、乌鲁木齐、福州相继进入战时状态，国内的疫情是否会全面扩大？大家还记得上个月北京的情况吗？北京的情况其实很难，很有典型性。还是那句话，当没有疫苗的时候，疫情其实从来就没有结束过所谓的清零是骗人的那么也就是说，病毒其实是躲在某个地方它因为你采取了严格的阻断措施，所以病毒就在某个地方待着，在当它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就一下子传播给很多人，它就这样子，疫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传染病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有疫苗，你才能够让这件事情结束。如果疫苗没有生产出来，疫情就不会过去。北京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现在发生在大连也好，乌鲁木齐福州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又必须回到一个封闭的状态，它才能够让这些事情停下来。然后其实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离开，没有，你又会回到那个状态当中去。所以疫情会不会扩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的阻断措施。还有，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看一下台湾也好，你看一下香港也好，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就是对疫情的防控呢，阻断措施不是说完全没有用，阻断措施只是延长它传播的时间，就是从这一点传播到那一点，原来是需要2天时间，那么你采取绝对的阻断措施，那么传到那时间可能是1个月的时间，甚至1个半月时间，但它会不会不传过去？不会的，它仍然会传过去，只不过它时间拉长。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防护，个人的防护措施才是疫情阻断的最核心、最主要的措施。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很多州最近在反弹，最近反弹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 reopen， 年轻人一下子就放松了警惕，一放松警惕，不戴口罩，然后去公共场合大家混在一起，就爆发，这是自然规律，一定会爆发。所以真正的防御措施就是个人要改变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模式，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你只要这样做就没有问题，这就安全。你去超市戴上口罩、戴上手套，然后进出的时候注意跟大家保持距离，怎么会有？没有问题的提问：王老师您好，国内汽车市场逐渐萎缩，是不是会影响到德国的对华政策？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德国的对华政策不仅仅是汽车市场的问题，或者德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汽车是一大块，但不仅仅是汽车。会影响吗？会影响，但是影响多大不好说。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谁？默克尔，关键是默克尔情况武汉刚封城的时候，意大利立马关闭了与中国的航线，后来外交部用一带一路施压意大利，意大利便恢复了航线。环球时报和外交部对这个成果大加赞赏，然后意大利就迎来了大爆发，就是这样观点：许多墙内人认为美国故意和中国作对，是因为美国怕中国这个老二超过自己。我觉得美国不是怕被别国超越，而是怕一个由敌手控制的国家，因为美国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卖给印度阵风、飓风、超音速全天候战机的法国，也没有被美国限制和遏制。英国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南海，也没有见美国去限制英国的军事科技发展。中国对美国来说，当然首先是一个挑战，就是说
中国开始在一些领域超过美国，这个是没有疑问啊，这是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个巨大的经济体。当它排到第二的时候，它对第一一定会有挑战，这个不用猜疑，也不用回避，这是事实，这是第一个。但是当如果你是排第一的时候，有排第二的人在某些领域开始超过你，你就说你当初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是班上排第一的学生尖子，第二个6门功课，每门功课原来你每门功课都排第一，现在突然有排第二的人，其中有2门功课开始超过你，会不会有点紧张？当然会紧张，因为他有可能其他的功课全部超过你，他变成排第一。你要知道，排第一的人永远会被优待。美国一直被全世界优待，所以美国才有现在的地位和它的经济成就。如果全世界人都不优待美国的话，美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和现在的政治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川普总统一上来就喊美国优先这个事情，其实他没搞清楚美国现在的地位和他的经济成果并不完全是他挣回来的，是因为大家优待你，你才有的。所以川普总统一开始上来喊美国优先这件事情，是让美国人很爽，让一部分美国人很爽，但是让很多人不爽。所以我以前批评川普总统说他缺乏战略思维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你要明白，美国现在有现在的situation 状态是有很多条件的，当然，所以美国才会去保护欧洲，保护亚洲，他才会付出这些成本。那付出这些成本并不是傻瓜，他会有更大的回报，这更大的回报是讲不出来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川普总统看到这些问题吗？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战略的这种思维，他的思维是另外一种思维啊，所以他提出这口号会有影响，就是影响他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联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一天产生的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面对中国的挑战，然后美国开始觉得它受到威胁，这个威胁不仅仅是我刚才讲的"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它包括什么？包括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知识产权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文雅的，或者是学术性的陈述。其实如果我们讲直白一点，就很简单，它就是偷技术。把它技术一偷掉，你想一下，美国靠什么吃饭？美国靠技术吃饭。你偷它的技术，你不就偷它的根本吗？它就是威胁，这就完全是威胁。因为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它的竞争优势，就因为它技术领先。你直接跑到它的国家里面去把这技术偷来，所以千计划让美国翻脸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你在挖它的经济的墙角。根基你要挖它，你在南海修这个机场修填海，美国确实感到就是安全上的威胁，这就是一个是威胁，一个是挑战，一个是威胁，这是不同程度的事情。美国确实感觉到了威胁，他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当他把它看成了一个对手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那看你每个动作的解读就完全不同，所以不是因为中国超过了美国才把它当对手，他有可能把它当对手，但模式不同。现在不是把它仅仅当对手，他把它当敌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当然，大外宣也好，五毛也好，他们永远是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讲，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对付美国啊？美国为什么要对付中国？因为中国在超过美国。他只讲了一件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他就不讲为什么，别有用心呗啊。提问：中国是不是不太可能跟日本1986年一样房地产经济泡沫？毕竟他们对国家资产的控制太全面了。想听听王老师的观点。这就是对全能性政府的一个迷思啊。
在过去20年，中国这种模式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建立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建立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全面控制市场资源。你的这个观点，其实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要听共产党的，我才能挣到钱。为什么？因为过去的实践证明了，我跟着共产党的口号走，我就能挣到钱，因为他想做的事情，他都能做成。这个话对吗？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中国政府并不是每个经济政策都奏效，中国经济政策奏效的大概只有20%，80%都是就是叫什么？叫一地鸡毛，最后打了水漂啊，就是20%是成的啊。那20%成的呢，中国的媒体就把它变成了全部。所以全能性的政府，你看不到它失败的政策，你看到的全是成功的政策。所以中国人只知道那些成功的政策，失败的政策都不知道。所以迷信全能政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被误导啊，这第一个被误导。第二个，中国还有个策略是什么策略？叫打哪指哪，就是一枪打出去。我经常讲，中国政府其实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就是滑到哪是哪。为什么？他到了那里以后，然后记者就开始，媒体就跟他写，我们其实就想到这里来，就叫打哪指哪，就讲，我有一枪，啪，随便打出去一枪，当然也不是随便打出去啊，啪打出去一枪，然后就在打中的那个地点画上10环，所以它是全能性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其实是一塌糊涂啊，我们可以，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早期的一些视频，我们分析过啊，分析过中国的经济政策，那一塌糊涂，乱七八糟，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预见性，也没有规划。为什么？他们水平真的很差，不是一般的差啊。所以呢，我就解释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个迷思啊，包括提问的这位网友。所以泡沫会不会爆？我还是那句话，经济学跟物理学是相通的，就是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啊，如果没有资金的承托，它又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什么时候承托不起？当资金不再充裕的时候，这个房价就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那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这要看什么？这要看政府的政策，这要看实际情况。政府政策是一部分啊，实际情况是另外一部分。但是你说指望他说一直就在那待着，挺好的，不给政府带来麻烦，那是骗人的啊。提问：吴建民先生去年给了共匪假借一带一路投资放贷，行贿当地酋长官员，边建边烂尾，洗钱出逃，减免债务，这个洗钱模式有无实际操作性？中间肯定有，你别说做项目中间有贪污，一定会有贪污。只要有项目，只要有钱，一定会有官员在想办法捞钱，这个没有疑问。你说没有人捞钱，我跟你讲，不仅仅做项目会捞钱，外交部是个肥缺。为什么？你想一下，钱过他手去支援第三国家，你觉得他不捞吗？不回扣吗？不回扣才见鬼了呢！我记得上次有个什么国家说中国说援建了他10亿，他说他只拿到了500万，中间哪去了？中间的钱哪去了？那个国家宣布得到了中国500万，不知道5000万的钱，中国说援助了他10个亿美元，他说只拿到了500万还是5000万，我忘记了。那中间这个差距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外交部，我认为中国最腐败、最贪污的部门可能是外交部，而不是这些大家都看得到的钱啊。情况，所以有没有实际操作性？有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各个领域都在，
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达到人类的最新的高度了，所以你怎么去说它，我觉得都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不会，只有你没有想到的部分啊。情况，香港高官存款已经被外国银行列为拒绝往来户，已经将他们的存款全数退还，看来好戏还在后头。这其实这讲的是什么？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香港有个行政会啊，有个立法会，立法会是民选啊，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官派啊，那么这是一部分，立法机关是一部分，还有个行政会。行政会呢是什么呢？是特首的一个咨询机构，那它属于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那么这些人已经被外资银行拒绝往来，行政会议员啊，好戏已经开始了啊。观点，那个关于边防士兵家属的信息，是不是防止士兵外逃的预防措施？哎，这有可能啊，有可能。观点，如果委内瑞拉那样的经济崩溃，中国经济不会；如果房市、汇市、股市一泻千里叫崩溃，那概率蛮高；或者经济高增长一去不回，停滞就崩溃，那概率更大。OK， 理解吗？我再读一遍：如果委内瑞拉那样叫经济崩溃，中国经济不会啊，这第一。第二，如果房市、汇市、股市一泻千里叫崩溃，概率就很高啊，这第二。第三，如果高增长一去不回啊，停滞就崩溃，那概率就更大啊，这是它三个可能性啊。美国是检测量提高导致确诊提高，现在确诊数进入平台，也是因为测试数不再提高。其实这病就是大号流感，对普通人影响不大。美国超过3000万已经感染过了，在一定程度上低死亡率的前提下，感染数越多越好，这就是集体免疫了啊！集体免疫情况，港大教授袁国勇提出，武汉感染者是公布的32倍，这快接近我的判断了啊！好，明谢一审，谢谢打卡意大利。感谢王先生一直以来为大家梳理正确的思想观和判断力，为王先生送上一杯意大利咖啡，谢谢你，谢谢啊嘎瓦，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啊，谢谢大家露露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